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擦片片。今天咱们来说一部美剧镇圈之作《越狱重生》。这片子也是粉丝推荐给我的，说是有好几个越狱的原班人马参演，堪称越狱卡司的团建现场，而且曾经在中国上映过，还故意起了个曾越狱热度的中文片名。到底是个啥片子呢？且听片片我给大家说一说。男主小白事业有成，他老婆阿朱貌美如花，这两人都是医生，还在同一家医院工作，每天都在上演医生护士真人夫妻点 AVI。谁知道有一个濒危的商人闯进了他们的生活，商人的扮演者就是越狱里的大兵哥药匣子，咱们这里叫他老黑吧。小白两口子把老黑从死亡边缘拽了回来，康复之后，老黑马上邀请小白和阿朱来自己家做客。要不是有钱人，就是有情调。老黑的这个房子是四面环山，进出都得来个山路18弯。借着好天气，小白和老黑先去打猎，看着老黑一出手就射死了一只鹿，小白的表情瞬间呆滞。大哥，你不是知道是来打猎的吗？隔着玻璃心给谁看啊？一回来，小白就开始洗澡，洗着洗着，老婆阿朱居然也走了进来，想要和老公一起鸳鸯戏水。就在片片以为终于要进入正题，来点动作戏的时候，喷头里居然喷出了一片姨妈红，这是爱情片秒变恐怖片啊！紧接着阿朱突然就开始左手画个龙，右手画彩虹，浪了起来。我不得不怀疑，是不是老黑提前给他下了药，想当着小白的面来一场 NTR？ 结果呢？林亮，还洗澡呢？快点吧，我等的画都谢了。刚才的一幕居然全是小白因为杀戮而产生的幻想，带着满脑袋的问号，让我们提上裤子接着看。原来小白其实也是个狠人，这年头能因为充电就把手机留在卧室的人，这意志力你就说你服不服啊？接下来三个人齐聚客厅，谈天谈地谈经济，老黑一张嘴都是分分钟几千万上下的大生意，而小白则猛灌人生在世就要真善美的鸡汤。这时敲门的声音传来，一个男的说自己的车在附近抛锚，身上也没带手机，所以想要接下电话。21世纪的深山里，空降一个居然连手机都不带的抠脚大汉，搁谁都会觉得奇怪。老黑本来就想赶人了，但是想想小白的人性宣言，他居然真就把这个男人请进了家里。但就在老黑关门的瞬间，一大群人闯了进来，说他们都是一伙的，想要一起来歇歇脚。到这份上，老黑显然已经没有拒绝的权利。客厅里气氛开始紧张，那么这些不速之客到底是什么来头呢？原来在老黑和小白打猎的时候，在山的另一边，一场屠杀正在进行。一辆囚车经过了这里，突然一个警察报警，把同事全部打死。而从车门走上来的男人，正是之后对老黑加了那个过路人，咱们就他赵日天吧。赵日天在车上迅速锁定了一个囚犯，就问你们眼熟不眼熟？这不就是越狱里的包哥吗？赵日天之所以安排这波大动作，就是为了把身为制毒师的包哥捞出来，大家有钱一起赚。救出了包哥，赵日天依次向他介绍了自己的一群手下。这个光头大家肯定也都眼熟，越狱里男主的室友苏克雷，咱们还是叫他阿苏。唯一女成员曾在越狱里饰演女特工格雷琴，所以就叫她琴姐。剩下的还有一个金发哥和一个长发哥。赵日天这波手下看着长得不太聪明，办起事来倒是一点也不废，趁着罪犯都被手铐固定，他们反手就是一个全军覆没，直接让车开进了湖里。之前那个警察是因为家人被赵日天捏在手里，这才壮上胆子搞暴动。现在大功告成，他自以为已经和赵日天成了一家亲，却转手就为对方送上了西天。这个画面让包哥有点接受不了，但他的势力远在墨西哥，现在也没什么话语权，只能跟着大家一起上车。眼看所有人就要全身而退，警察突然回光返照，几枪打坏了轮胎，虽然下一秒自己就被爆了头，但这一波好歹也不亏，劫匪困在了原地。这时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不行，没错，什么雷厉风行、手下无情都是假的，这群人连个 Plan B 都没有，车坏了就全员蒙圈，生生的走到了老黑家。在这里，赵日天看到了阿朱根本走不动道，一脸痴汉追着搭讪，逼着小白这个心里有大爱的老好人都不得不出来打断，因为老黑家实在过于偏僻，赵日天联系的司机至少也得几个小时之后才能到，而现在就是他们胡作非为的时间。老黑觉得到这伙人明显有问题，正想把弩箭拿过来，包哥却突然出现，又替赵日天道歉，又说他们很快就会离开。这时小白又来了骚操作，非要让赵日天现场发誓会带着人马上滚蛋，大家都把小白当傻子看。这时一直注意着赵日天的阿朱动了起来。包哥无辜中枪，你看他笑得多开心啊！老黑趁乱一把拿起弩箭，正准备威胁赵日天马上滚蛋。赵日天逼着阿朱给包哥处理伤口，小白拎着小刀准备给老黑报仇，结果自己被狠狠扎了心。默认已经死翘翘的小白被金发哥拖进了车库，天地良心，铁汉柔情，金发哥居然还给小白盖了块白布，然后自己在一边土嗨。等他发现白布下面已经空无一人的时候，整个人已经上头。接下来金发哥这个走位我也是佩服。First blood。你这明明就是自杀！拿下一血的小白瞬间膨胀，给自己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，拎上一瓶腐蚀液，胸前顶着被插着刀子就冲了出去，正好好避开了房子里的人。赵日天他们来到车库检查，大家默认地上的尸体一定就是小白，消失的金发哥一定是出去浪了，现在无事发生，于是全员风平浪静的回到了客厅。这个智商我也是服了。这时小白也已经摸到了卧室，正想拿起手机，没想到阿苏和秦姐冲了进来。小白这个惨啊，被迫听了一场爱的鼓掌，还得挨着床板，别给自己再来个透心凉。他还没想好脱身的方法，结果床上这俩人反倒因为生活不和谐再
再掀翻了车。亲戚把自己锁进了卫生间，阿苏也默默离开。小白抓住机会，从外套里找到房卡，打开了卫生间的门。但是做人真的不能太小白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小白还在试图感化亲戚，让他帮忙救出阿朱，结果当然是 I'll make this fast. 小白被好一顿暴锤，眼看便当已经到了嘴边。就在这时，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刚刚发生了什么 ？A. 晴姐摔倒了 ，B. 晴姐摔死了。现在让我们公布答案。 Double kill. 去而复返的阿苏又在门外叫嚣，小白用晴姐的口吻伪造纸条支走了他，自己随后悄悄来到了客厅，和惊恐的阿朱确认了眼神，两人打了一波配合。阿朱装作被刺激到失常，又是抢酒喝，又是送风暴，把阿苏和长发哥唬得一愣一愣的。在他们身后，小白仔已经给酒里加了腐蚀剂，阿苏就这样瞬间狗带。 Triple kill. 赵尔天等人终于发现事情不对劲，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作死的标配分头行动，还把最有良心的包哥留下，单独看守阿朱，真是生怕他洗不白啊！这边几个人终于集齐了同伴的尸体，赵尔天已经在线报告，让长发哥把电话开了免提，然后在另一边暴打阿朱，而这些已经跑出来藏在草丛里的小白，还真就忍住了没出来。 等到长发哥离开，鼎力一把刀拿下3杀的小白也已经体力不支。接下来濒死的他又开始做起了白日春梦，幻想中的老婆阿朱来到自己身边给自己打气，就仿佛在说猛猛站起来。然后小白居然就真的满血复活站起来了。此时刚好赵尔天叫的司机赶到，于是喜闻乐见的画面又出现了。这司机居然不认识自家团伙，直接把小白当成了受伤的大兄弟。而小白也不手软，直接上车把司机撞出了个720度转体。 Quadra kill. 房子门口，赵尔天以为是司机到了，绑着阿朱带着小弟准备上车，却发现车子停在了远处。疑心重重的赵尔天明知这车有问题，还是让长发哥哥去看看。果然，下一秒这倒霉玩意儿就被碾压。 Penta kill. 拿下5杀的小白明显开始浪了。我说你直接开车撞死赵尔天不就杀青了吗？他偏不，居然自己主动下了车，准备当个活腿靶子。赵尔天手都举起来了，关键时刻幸亏阿朱一把撞倒了赵尔天的枪，这才没让小白提前杀青。虽然保住了小白，但阿朱被打晕扔上了车，包哥也跟了上去。看着倒在地上的小白，赵尔天再次人道主义精神发作，居然直接开车离开，没带走一片云彩，也没对小白造成伤害。此处手动艾特一下前面那位被打成蜂窝煤的警察，果然还是你惨啊！阿朱被绑在了座椅上，赵尔天一路向前冲，正暗自松了口气，一抬头却看到小白开着老黑的山地车追了上来，一个擦肩而过。 就逼得赵尔天瞬间翻车。大哥，你这已经不是在给主角放水了，你这是在泄洪啊！接下来，胸口一直插刀的小白刚过去想拉开车门，就被赵尔天打倒在地。你敢信吗？一心向善的赵尔天现在自动放弃了武器装备，专心致志的要和小白比拳头。他几下子就压住了小白，眼看一击毙命。这时插刀就要崛起了，包哥一枪就把赵尔天爆了头。接下来他一边替小白报警，一边警告小白不许透露任何与他相关的信息，然后就头也不回的消失在了树林中。至此也算是皆大欢喜。但你以为到这就结束了吗？为了砍断绑着阿朱的绳子，小白把扎心的小刀拔了出来，这把刀在他的身上整整插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可以立功了。然而车子也着了火，两人又开始了你别管我和我不能丢下你的性能 battle， 然后才一点意外都没有的赶在最后1秒逃脱。最终圆满康复的小白和已经怀孕的阿朱在老黑的墓前双双望天，全片结束。总而言之，越狱重生集结了越狱里的一众熟脸，但打着天团的旗号也没能挡住烂片的强大气场。而且这些人基本就是来给男女主当绿叶的。饰演小白的林雨申之前还因为19版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的杨逍一角小小出圈，饰演小白妻子的猪猪在云图等一众大片里都镶过边，还是为了什么全球最美面孔。这俩人在电影里最突出的演技就是那口一点也不塑料的英语了。不过说到底，这烂片的锅还轮不到他俩来背。除了开头赵尔天截住包哥的片段，编剧还算得上智商在线。从两拨人碰面开始就全员无限崩坏，逻辑压根儿没法看。主角通关全靠精神滑跪，关键时刻还得追加反水。每当观众稍微提起一点兴趣，就马上打脸。你脑内的动作片高燃场景全成了主角开金手指就可解决的小场面。而更可怕的是，越狱重生的导演还真的就是越狱的导演鲍比罗斯，这是有多缺钱啊！最后还是劝各位越狱的粉丝们，如果想要怀旧青春，那就直接看原剧得了，完全没有必要看这部电影浪费时间。如果没时间追原剧，或者没看过《越狱》这部经典美剧，那也可以关注片片，看我解释的越狱专栏，一口气看完最精彩的前2季不费劲儿。拜了个拜。